就在中国普通民众都快揭不开锅的时候，中国却宣布要拿出天文数字般的3600亿元支援非洲，这让许多人不禁感到愤怒和困惑。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背后令人震惊的真相。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3600亿的大礼包究竟包含些什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宣称，未来3年，中国将向非洲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这其中包括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以及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但这还不是全部，中国还承诺要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的紧急粮食援助，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提供10亿元人民币的无偿军事援助。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还要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们中国人民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为什么还要砸锅卖铁去支援非洲？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别急，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据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5346家 A 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总收入34.87万亿元，同比下降1.41%，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2.90万亿元，同比下降2.36%。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连这些堪称中国经济核心的优质资产都在亏钱。更可怕的是，那些中字头的国企央企情况更是惨不忍睹。以某大型建筑企业为例，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上1000亿元，这意味着这家被称为建筑业航母的央企正在以每天数亿元的速度烧钱。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在响应号召，如火如荼地砸锅卖铁。可锅还没砸完，铁还没卖出去，中国就急不可耐地要搞所谓最大规模主场外交，非洲领导人一窝蜂地涌向北京，继续伸出手要钱。更令人愤怒的是，就在中国老百姓被要求勒紧裤腰带吃草的时候，中国却承诺要向非洲提供2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培养1万多名学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仅13亿中国老百姓要养活庞大的官僚体系，还要再多养28亿非洲人。有网友忍不住吐槽，原来中国人民无休止死去活来的无薪加班、高额房贷，都是为了非洲人民的幸福。那么，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大撒币呢？是真傻还是别有用心？答案其实很简单，这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要知道，在国内可以用各种手段维持统治，但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联合国，就需要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支持才能获得合法性。非洲有54个国家，大多数是威权政体，民主基础薄弱，国家贫穷，最容易被渗透拉拢腐蚀。这50多个国家就成了在国际舞台上的票仓。简单来说，中国砸锅卖铁支援非洲，就是为了买票。为了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支持，哪怕是牺牲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但是，这种做法真的能让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尊重吗？恐怕未必。首先，这种大撒币式的外交根本无法持续。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把自己掏空。其次，这种做法只会让非洲国家更加依赖中国的援助，而不是真正发展自己的经济。长远来看，这对非洲国家也是有害无益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很多人认为，中国这是在搞新殖民主义，通过经济手段控制非洲国家。有分析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一个债务陷阱。中国通过向许多非洲国家提供巨额贷款，表面上是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却让这些国家陷入无法偿还的债务困境。以肯尼亚为例，该国一个耗资5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由中国提供贷款，
但现在该项目的第2阶段不得不叫停，因为肯尼亚已经无力支付现有项目的贷款。目前，肯尼亚对中国的欠债已经超过80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各种培训计划向非洲输出集权统治经验，教他们如何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这无疑是在破坏非洲国家的民主进程。更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中国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中国居然还在非洲大搞形象工程。据报道，中国在非洲修建了大量豪华的政府大楼、体育场等设施。这些项目虽然表面上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并不能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有非洲当地人说，中国人来这里修了很多漂亮的建筑，但我们还是没有干净的水喝，没有足够的食物吃。这些大楼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至少有数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人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然落后，许多家庭的生活状况令人担忧。特别是老人和儿童，他们的营养状况尤为堪忧。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很多家庭难以为老人和孩子提供充足且均衡的饮食。长期的营养不良不仅影响了儿童的身体发育和智力成长，也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城市，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房价高企，物价飞涨，工资却始终停滞不前。许多年轻人被迫选择躺平，因为他们发现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教育资源正在被大量输出到非洲。据报道，中国不仅为非洲学生提供大量奖学金，还在非洲多个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大力推广中国文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孩子们正在为非洲的孩子们让路。在中国，许多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倾家荡产，但是在非洲，中国却在免费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有网友愤怒地说，我们的孩子连上个好学校都那么难，非洲的孩子却可以免费来中国留学，还有学伴陪读。这到底是谁的国家？更令人稀罕的是，就在中国向非洲大撒币的同时，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在不断崩溃。养老金亏空、医疗资源紧缺、失业率飙升，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有专家警告，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可能会在未来10年内彻底崩溃。到那时，数亿中国人将面临无法养老、看不起病的窘境。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却仍然在国际上大撒币，这不禁让人怀疑，他们到底把中国人民当成什么？是人民的公仆，还是割韭菜的镰刀？更可怕的是，这种大撒币的行为不仅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反而引起了更多的质疑和批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公开批评说，中国正在利用非洲国家的脆弱性来推进自己的全球议程。他们不是在帮助非洲，而是在剥削非洲，甚至连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对中国的做法产生怀疑。赞比亚前总统伦古曾经表示，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但不欢迎中国的剥削。我们需要的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不是新的殖民主义。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这种明显有害无益的政策呢？答案可能令人不寒而栗，这是在为未来的全球统治做准备。有分析认为，之所以在非洲大肆投资，是因为他们看中了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通过控制这些资源和市场，希望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更有甚者认为，正在非洲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人口实验。通过向非洲输出大量人口，希望缓解国内的人口压力，同时也在为未来可能的全球统治做准备。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有些骇人听闻，但却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移居非洲，其中不乏一些高素质人才。
这些人在非洲落地生根，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华人社区。有人警告说，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再过几十年，非洲可能会变成第二个中国。所以，你觉得砸锅卖铁3600亿支援非洲是真傻还是别有用心？